当我第一次听到理科太太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是我一辈子碰不到的领域。因为太太嘛，太太我也即将是吗？第3张专辑的时候得了金曲奖，我发现我好像接不住大家的期待，我就觉得你们确定你们真的要听我吗？就是你反而得到肯定之后，你的自我怀疑就是更大量的来。我看到好多人就是获得那个皇冠之后，反而孔雀开屏。然后我刚好往反方向走，因为对于你来讲，可能是你突然得到的一个皇冠，你还在练习承受它的重量。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关卡、自己的怪物要打，只是那个怪物出现的时间是你刚好是大家眼睛都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要去打这只怪。嗨，大家见过好吗？欢迎到理科太太，我是宜良。今天我们要跟宜良，他有一些想说的话。对，我还蛮好奇的，因为感觉在某个事业做到某个地位的人，就比如说得奖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大家一定会觉得可能经历过很多，然后内心其实该受伤的差不多了，也都有点在冷眼看这个世界了。但是没想到你还愿意来聊一下这个话题。我其实没受那么多伤，但是当然多少嘛，就是成长过程中一定跌跌撞撞的。但是我觉得我是越跌撞之后越爱这个世界和人，甚至不止人，就是我爱这一切。就你看这个世界是觉得很多颜色很亮的那种，很多值得爱的事物。我其实蛮害怕这种，真的就是太乐观。对，就是很多人早上起来就觉得哇，那外面鸟语花香、蓝天白云的，我们很正向、很正面。然后别人就会看我，就说你怎么那么冷淡？是不是像这样子的人，对于情感的接收力比较强，所以你不管在什么事情上面，你也会得到比较强的情绪反应？好像是对，因为你知道，我就是你后面这2个理科这2个字，我是在我的人生中完全没有的。我人生只剩下感性，然后我的理科烂到爆。当我第一次听到理科太太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是我一辈子碰不到的领域。因为太太嘛，太太我也即将。是吗？心灵上是向往的，所以我很佩服像你这样冷静的角色。等一下，你想要结婚哦？会我好奇问一下嘛，因为到这边的人想要去那边，到那边的人想要去这边。对啊。通常坐我旁边的人都会说，他自己是非常非常感性的啊，写歌、唱歌、诠释歌。都要雷达神经要布满全部。我真的就是好奇说，你们在平常跟人家相处上面，心里是有非常多声音跑出来的吗？会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话，会，然后你心里就会有说什么，哇，为什么他要穿蓝色的？是这样的？不会就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理性的剖析一个人。我可能要跟你聊完2个小时的天之后，然后慢慢的知道就是你为什么现在是冷静的表情，然后你这个冷静的表情后面到底是什么这样子。你会这样想？是真冷静还是你在酝酿？我自己常假冷静，不让自己看起来太焦躁或者是什么，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吉娃娃，我时不时都在焦躁。然后我就是一直在揣测人家如果这么冷静的表情后面，到底是有没有一些被压下来的暴躁成分、焦虑成分等等的。没有，这其实就是我的 resting 什么 face。BF 没有表情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你就不用多想。我真的就是平常就是这样。但是我在看别人的时候，我是不会这样想的。就是我现在看你这样子，你有笑没有笑，除非我逼自己去察觉，不然我不会察觉到。真的假的？所以当你在提到内心自卑的声音的时候，我就会好奇说，那是什么样子的声音？你刚刚说你是像激动的吉娃娃，对，你是内心有一个人跳上跳下在讲怎么办怎么办，不停的在揣测别人到底喜欢我还是讨厌我，要我还是不要我。这个很重要吗？这件事对你每次都会说服自己不重要，但是就是一打开话匣子或看到一个人，总是会这样。再熟的人都会，连我爸妈的表情我都会观察。从小就是这样吗？你小时候需要很会察言观色才能生存的吗？好像也不是，是我自己找出一个在团体中的生存法则这样子。就是举一个例来说，在国小大概1、2年级的时候，国文老师什么的，然后他们就会想要带动全班的气氛，然后就会讲一个蛮烂的笑话，然后老师一讲完，然后全班就会这样鸦雀无声，但是我就是因为我知道老师有多孤单。人好好哦，就是我觉得我对负面的情绪的连结是很强烈的。你是马上感觉到老师失落了，所以你就笑，是不是？我是他还没失落前，我就知道他有期待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给他。你这样子应该在交往的时候很能符合另外一半的期待跟需求吧？我会很尽力做这件事。那这样子你是不是也会偷偷期待对方这样看到你？我期待他看见，然后猜到说其实你会希望他做 ABC 的事情，不用讲就希望他做，这样吗？我没有期待他用行动回报，但是我要他知道我就是这么认真的在满足你，我要你心怀感谢，心怀感恩，然后因此崇拜我。你要你另外一半崇拜你。对，我想要就是用一个弱者的表现，但是厚厚的居于上位。你的男友们都还好吧？慢慢的再会了。但是我觉得那个是，我觉得其实是很自卑的人才会做这种事情，就是位分的上下这件事。因为用某一种操控去让人家觉得你很好，这样子吗？我觉得我不是无私的做这件事，就是你想要他真的因为这样很爱你，所以才做这件事情。好像是好像有一部分是这样。你超级诚实的，而且你超级知道自己在干嘛。我看到其他人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无意识的做出来的。他们去牺牲自己或什么，其实他就是想要另外一半因为这样子超爱他。可是他没有自己意识到说他是有一点某种程度的操控，所以你走得很前面我讲出来了。对，你讲出来，你走到那边去了。对啊，因为我觉得没有这么无私真的。可是这样没有不好，这么无私。对，每个人要是能像你这么清楚的话就好了。要是你另外一半也能这么清楚看到你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也很清楚自己要干嘛，我觉得这样超健康的关系耶。真的齁，因为他就看到你要的，你也很清楚看到他要的。我先 demo 我展现出来的给你，那你能不能做到这样子，就要看你接收的讯息。对，你接收到的是你要这样予求，还是你要跟上我的脚步？但我期待的是，我心里的小声音是，你赶快跟上我的脚步。例如说，我是那种在交往期间，我还是会很顾工作和朋友的，就是我一定要我自己的时间和空间，然后我就会先给他这些东西，不管他有没有要。就是你要你就去。我一直在追那个我们两个人当中的地位的平等，内在啊、外形啊、思考啊，一切我都希望我们是可以并行的，并驾齐驱。你是说你在内心有偷偷的在跟你的交往的对象比较外形吗？也有。如果他开始毛起来健身或跑步，我就会有点警惕的，而不是因为我担心他会去怎么样，而是我想要跟他一样好。这样感觉你会开心吗？因为你会想要跟他一样好，就是你觉得你没有他那么好啊，你就会觉得你好像落后人家一点点。我永远是这样觉得的。只有在感情上吗？我看到谁都是这样。几年前我发现我有一个很神奇的点，就是如果在办公室里，在班级里面有一个人是被大家所不喜欢的，我就会成为那个喜欢他的人。我就是训练自己一定要发现他讨人喜欢的地方。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忍受孤独的感觉，是他孤独又不是你孤独，所以我可以完全的接收到那个雷达。就是我太怕孤独，我太怕被讨厌，所以当一个人差点要陷入或者是即将陷入那个窘境的时候，我就受不了了，我一定要做些什么。那你自己呢？你有曾经有觉得自己快要陷入什么救自己一把吗？我自己反而不救。你是一个蛮清楚自己在干嘛的人。我很清楚我现在是孤独的，或者是我现在是不安的，对，但是我不会去寻求协助，因为其实也没有什么是真的救得了我的。就是我蛮习惯跟这样的情绪共存。你觉得你自己孤独吗？现在慢慢的不觉得了。是因为你自己做了什么吗？我领养了一只狗狗，然后你就发现自己有多幸运，就不要在那边靠北。就是因为养了一只狗。还有很多事情啊，就是例如说我有这样子的1个小时的机会可以讲话，我有信赖我的同事，我还有足够的钱可以吃饭交房租。你因为对人事物的感恩，所以觉得不孤独吗？我觉得慢慢的是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不太现实？觉得感恩可能是内心的某种满足啊。或许你之前觉得可能不是孤独，而是空虚吧。我之前真的有孤独。你是说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是没有被需要的那种孤独。
有些人是只要单身就会觉得孤独啦。哦，你是吗？我不是，我觉得单身如果你有被需要的感觉，还是会蛮满足的，你还是会觉得你到处都可以给，然后你再跟全世界交往。可是我现在很满足的一件事情，最近最满足的一件事情，除了专辑之外，是我去那个流浪动物之家，就是帮狗狗整理环境啊、手大便啊、洗澡澡什么的。对，那个感觉真的好不孤独哦。你看大了一点，然后但是也是因为你接触到的是刚好是一群他们什么都愿意给的动物吧。然后你就是再看一看，就觉得哎呀，怎么有这么多那种很自私的，或者是很负面、很唐突的想法？就是多看一些这样的生物，多跟一些这样的人交往之后，其实我就慢慢的被他们给救了一些。哪方面需要被救？我觉得我的自溺。对，自溺就是我曾经引以为傲的那个孤独感和那种空虚感，我就觉得哇，我这样好失意哦，好独立哦。所以你会自己一个人去吃饭、看电影？对，一个人去旅行，去西班牙待了3个礼拜，都是自己。那你是享受一个自己去旅游的这种体验吗？还是你是享受一个你看我可以自己，我不需要别人的感觉？讲恶心一点，就是我觉得那种孤独感有点帅，我要去帅一下。那如果今天世界上只剩下你一个人，没有其他人看得到你自己在做这件事，你还会做这件事吗？哦，要有观众，要有观众，所以你还是找个伴吧。现在就不太需要这个啦，不太需要帅给自己看或者帅给别人看。那你不如来说说看，在感情里面觉得自卑的地方好了。好多方面都蛮自卑的。是在感情上面特别明显吗？我觉得在感情上面没有特别明显，我觉得我好像整个人就是这样子。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你甚至在整个办公室里面，你都会想要比较一下，是比较哪一方面？那个比较好像是不太想让人家看到你很弱，你逊掉这样子。我刚知道的时候，那个准很难拿捏，你知道吗？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跟演艺圈或唱片圈的人相处。那你就尽量的友好嘛，尽量的和善。那你多了，你就听到人家在背后可能谈论你是个交际花，是个假人、假惺惺这样子。但其实你是真诚的做这件事情。好，那你之后收回来了，就是不苟言笑，尽量的不参与话题。那人家就说你冷漠，你冷酷。渐渐的，我引以为傲小时候的那个热情，然后就慢慢的不知道如何自处，然后慢慢的你就怀疑自己的性格到底是不是讨喜的，这样到底是不是会被爱的。尤其是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不是 A 就是 B， 你不是被爱就是被讨厌。你现在觉得是这样子吗？还是我现在还是觉得还是有一个喜好啊，可是那个喜好已经没有办法大到去影响我心中的原则了。那之前人家讲你是就是一些你听了觉得你自己不是的话，一定多多少少受伤嘛。哦，受伤到不行。那你受伤的反应是什么？写歌骂他们？有写过。有写过，但很少。我就是很少讨厌一个人或骂一个人，我就是收着，然后我就一直等到有一天你们会发现我是真的这样子，然后就果然过了好几年之后，就慢慢的被读懂了。可是这个对你来讲是真的有意义吗？很有意义。我尽量秉持一个很善良的原则去做任何事情。反正你也不解释，你就是等到时间证明一切的那样子的人。对啊，或许我也没能力解释，在那种情况下怎么解释都不对。世界上就是会有一群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他就是设定了会不喜欢你的人，也有一群人你不管做什么事他都会喜欢你。这些人离我的关系有多近多远，然后我再来设定说讲我好的讲我不好的，我都会因为这个人的亲疏关系决定要不要收进去。你说的那个是我一直在学习的课程。有些人你这辈子等完了，时间也证明完了，他还是不会喜欢你。我觉得我就是很幼稚，我一直在追一个对等，然后但是我到这么大我还在追。你想要你怎么爱别人，别人就怎么爱你。当然，对啊，多美好。我小时候曾经有那个念头，是去感动那种我觉得自己不太相处起来不太舒服的人，其实是因为我只想要舒舒服服的过日子。那你难道不能不理他们吗？我有点不舒服，我心里会一直记着这件事。我说他为什么要让我这么不舒服？他为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他要这样对我？为什么？那如果一件事情你就是想不通，没有理由，没有为什么，他就是这样子。所以他们都陪我到现在。我说的是我自己的怀疑和自卑。
对，就是我那些曾经设想过你可能不喜欢我的原因，就是都会从那个时候17岁跟我到现在，25岁跟我到现在，现在的又产生的跟我到现在。所以你在遇到跟人家相处觉得自己不太舒服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应该是对方不喜欢你的某些特质。那可是又怎么样？对啊，就不喜欢就算了。对啊，我现在比较会扪心自问嘛，以前好受伤。我觉得蛮大一个转折点就是我在第3张专辑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因为那张专辑，所以我获得了金曲奖。然后在那个奖项之前，其实就是我的能见度是比较低的，然后就是因为得力于这个奖项，所以让更多的人认识我。然后但是那个跨过去的阶梯之后，我发现我好像接不住大家的期待。我就觉得你们确定你们真的要听我吗？你们要给我这样的奖项吗？就是你反而得到肯定之后，你的自我怀疑就是更大量的来。我就在那样子的状态下，然后我现场演唱也失误，最熟悉的换气什么的，然后你突然间全部不会了，因为那是一个很恐怖的一年，一整年都是这样子，甚至超过1年。那你后来怎么跨过去？我只能慢慢的找回来。我觉得是借由创作找回来的，不停的创作演唱，然后不停的开诚布公。我甚至把很多我当时的那种自卑和不安的情绪都写进歌曲里面了。所以我就想说，既然我都讲这么开了，这么诚实，你们应该不会怪我了吧？讨一个谅解，讨一个赎罪。我觉得我好像一直都有这种奴性。我觉得这每个人都有啊，你拿到金曲奖，在歌坛当然是一个非常高的肯定嘛。有的时候突然得到这样子的肯定，大家都会有一个冒牌者症候群吧。奖真的要给你吗？然后真的是你吗？那你真的有到那边吗？可是你要相信你就是有，所以才会得到。是。至于对大家的谅解或是什么的话，我觉得爱你的人一直都很爱你啊，喜欢你的人、支持你的人，就是全部都是啊。因为对于你来讲，可能是你突然得到的一个皇冠，你还在练习承受它的重量，你突然增加了一个身份，突然换了一个工作，会对自己没自信，觉得自己撑不了那件事情。但是你当下你能为自己做的就是做一些小事情，慢慢的再增加自己的自信心回来，这的确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啊。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最大的挫折是我看到好多人就是获得那个皇冠之后，反而孔雀开屏，就是他们整个人亮起来了，然后我刚好往反方向走。对，我恰恰往反方向走，我那时候就好气自己，怎么那么，你知道吗？怎么撑不住啊？人家给你，你还撑不住这样子。因为每个人的路径本来就不太一样。对，我之后才发现这个，这真的心理压力蛮大的，很辛苦。因为到底是谁说一定要这样子？人的成长，就连体重，你要成长，你也是这样子上去啊，一定就是有起起伏伏的啊。说不定你现在正在开屏，你自己不知道。就是当你屏开了，你也不在乎。说不定这就是你一个你需要 struggle 过出来，这是你的关卡。有些人是在他孔雀开屏之前，你不知道他度过了什么。说不定他们的关卡是在他们得到某个奖项之前，那你刚好只是在之后，你们互相看不到对方而已啊。天哪，好感动哦！你这么帅气的讲出这么温暖的字，你知道你自己在看起来很温暖吗？我有特别跟 Hans 说，帮我画看起来人好一点。真的耶，谢谢你耶！我现在才懂，我也不懂啊。我其实一直都蛮自责这个点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关卡，自己的怪物要打，只是那个怪物出现的时间是你刚好是大家眼睛都在你身上的时候，你要去打这只怪。其他人是自己私底下打得很辛苦，然后打完了之后，他做到这里了。就很多人感觉是一夜成名，我才不相信有人一夜成名，因为都是做了多少辛苦的事情，被看到成名的，大家只看得到那个光环，你只是顺序不一样而已啊。但至少你有受到肯定啊，谢谢啦。对啊，至少还有机会写歌给大家听，就是幸运在这种地方，我觉得已经很难得。我不是说官腔哦，是真的蛮不可思议。人生其实在遇到一些挫败的时候，你就回过头来再想想自己的这些幸运，因为这些幸运有些是天时地利人和才做得到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也没什么好计较的。谢谢。我也在跟我自己讲，大家会觉得这有些话就是很老套。对啦，就是你们这些幸运的人会这样子想，可是我相信每个人只要努力找，
一定可以找得到自己特别幸运的地方，比如说你的肾脏很完整啊。生活有的时候很辛苦，是因为你一直看自己没有的缺失的地方，然后或者是一直看别人很有的，可是别人一定有他很想要但是得不到的，但是你自己身上有，不需要再比较了吧？一定世界上有其他的人，一群人，还不是只有一个，在跟你面对同样的困难，你就会突然觉得也不孤单，这是我的作业，我做完了，我希望其他跟我一起在面对这个艰难问题的人也可以完成这项作业。说不定下一个你要颁奖的得到金曲奖的人也会遇到一样的问题，在某个时空你们都是在一起的。好感动哦。你还说你不乐观？你说乐观吗？我不能说乐观，我觉得你是好的自我，没有不好的，你要相信你自己有的，不管怎样都是不错的，还可以更好。像你觉得你自己有点在自卑的时候，很正常啊，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自卑的时候，不孤单啊。有些人把自卑转化成动力，那有些人把这个东西转化成对于人群的恨，就是看你怎么样去看这件事吧。我到现在觉得我要相信自己了，就我甚至可能要感谢一下自己愿意坦诚这件事情。我没有能力做到太大的进步，或者是回馈给别人，但是我至少可以坦诚这件事情。我至少没有假装自己从来没有跌倒过。讲出来那一刻，我自己也被救赎了。这样，谢谢。也谢谢你，就是愿意这么坦诚跟大家讲这些事情，让人家看到一个名人的 struggle， 那大家就觉得其实在我的某个阶段我也有像你这样子的这些困境，然后能看着一个人平安无事的走出来，其实是很多人的慰藉。这张专辑啊，它的名称叫做《偏偏我却都记得》。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这三年没发片嘛，我觉得它是一个我在立定了我自己怎么过生活之后的一个自省，就是我很大胆的决定，我从今以后就是要 forever young， 我就是要这么热烈的活着，然后恨着痛着爱下去，这样子往前冲。这张我决定反过来看看自己经历了什么，对，我经历的都不是大事，对，但是我却都记得，然后那些我爱过的人，那些我想成为的人，然后我就把它放在这张专辑里面。那我们就谢谢艾怡良分享了这么多内心世界的事情，谢谢理科太太把我挖这么深。那也希望就是大家看完之后也觉得每个人都有非常多怪要打，那出现在人生时刻的时间点也都不太一样，不要看别人，看一下自己。好啦，那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留言、分享。如果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